你说句话，我们要不要去参加海童的婚礼？爷爷奶奶去没问题，海童姐不会赶爷奶出来，你们去了就不知道会不会被赶了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她的娘家人。海童姐可不需要咱们这些娘家人给她撑腰呢。老头子，你什么意见？海童没有请我们，谁都不要去，他并不想和我们和好，也好不了了。爷爷，我们去了不会搞破坏，就露个面，喝上2杯，给大家一个错觉，以为我们和海童的关系缓解了，不行吗？我们现在混得有多难，爷爷又不是不知道。混得再难，你们也还能混下去。最初可能是战少打压了你们，现在应该没有再针对你们了吧？我看你们最近也混得还不错的，混得好，你们也没有生活费给我；混得不好，还问我有多少养老钱，想骗我的钱呢？反正我和你们奶奶是不会去的。你们要是不怕死的，可以不请自去，脚长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又没有绑住你们的脚。海玲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去闹了，有什么好处？没得到好处，反而让他们更加怨恨我们，种下的因。后来我们都尝到了果。海童家的可是首富家的大少爷，不是海玲那个没用的前夫。人家战少有什么手段，你们没尝过？一通电话就能让你们都灰头灰脸的回农村，提前过退休生活。众人顿时不敢说话了。老头子不去，他们自然也不敢去。都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今天是好日子，但不是你们的好日子。众人气呼呼地散去。我们是海童的亲爷爷奶奶，去了婚礼现场，难道还真会把我们赶出来？红是不请不到，白是不请自来。那姐妹俩也是狠心的，听说海玲现在都住着大别墅了，也有车子，才1年时间就有房有车，还有2家餐厅，日进斗金，还不是帮了海童嫁入豪门的福，日子过得那样富贵，也不知道帮帮堂兄弟们。以后她若是受到婆家欺负，没有娘家人帮她出头，她就知道哭了。经历了那么多，你还没有看透？从你生病后，他们哪家舍得出钱给你治病？也是我糊涂，被他们一挑唆，就去找海童姐妹俩要钱，导致本来就不好的关系变得更差。咱们的存款几乎都掏光了，你现在每天都还要吃营养补身体，隔段时间还要去医院复查，看看有没有复发，那都是要钱的。他们哪个给钱了？女儿们觉得咱们家产给了儿子，理应由儿子们养老。来看望我们的时候，顶多就是买点吃的喝的过来，给钱也就给个200-300。现在物价高，给个200-300能顶什么用？儿子们则是觉得我们俩还能动，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存款，长子不出，幼子也不出钱，开口问老大要点钱，他说他都是靠儿女们养了，哪有钱养咱们？他们反过来还想掏咱们为数不多的养老钱了。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老三夫妻俩的，不过是仗着生了老三一场，才能分到他留下来的房子，有个住处，每个月的生活费虽说是儿女们出的，却是海童要求他们交出来的房租钱，如果没有海童的逼迫，他们1分都不会给。说到底，我们俩现在是靠着海童姐妹俩养老，人老了得认命，认清现实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海老太张张嘴想反驳，却又无法反驳，老头子说的都是事实。你也别怪人家心狠，10几年前我们对2个孙女儿做得更狠，当年我们咋就这么心狠呢？怎么说也是咱们的亲生孙女啊，儿子儿媳妇都没有了，留下2个未成年的亲孙女，我们咋就能狠心地赶他们走，霸占他们家的家产呢？说着说着，海老头落泪了，眼里的泪水那是悔恨的泪。你别听他们挑唆了，咱们俩老老实实的，不给海玲姐妹俩添麻烦，时间长了，他们的怨恨少了，在咱们动不了的时候，说不定海童看在咱们老实的份上，会给咱们请个保姆来照顾呢。反正在海童他们回来争这栋房子的时候，儿孙们的嘴脸我就看透了，不抱希望了呀。这人呀，老了就是遭人嫌弃。行，都听你的。谁想到一帮儿孙，我们最不喜欢最不疼的，竟然成了生活最好的。小姨，小姨，仪仗在来的路上了，你可不能睡着。我给很多新娘子化过妆，你小姨是我见过第一个在化着妆在打瞌睡的新娘子。我容易犯困，让龚小姐见笑了。理解的，你没睡好，战少估计也没睡好。他没睡好，也神采奕奕的。人逢喜事精神爽嘛，大少奶奶是刚怀孕，是容易犯困的。不知道要多久才不会嗜睡。小姨，你要吃辣椒吗？小姨，这辣椒好辣，我也困，吃一口，辣的我都哭了，然后就不困了。洋洋，你去哪里要来的辣椒？我进厨房里拿的，里面有很多，我就抓了一把。那是谁告诉你困了就吃辣椒提神的？
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就是进厨房里看到好多辣椒，拿了一个咬一口，辣哭了，然后发现不困了，就抓了一把带在身上，想着再犯困就吃一口。表姨，你要不要尝尝？好辣好辣的。表姨不爱吃辣，表姨也不困。我看到杨洋掏出来的一把辣椒，已经吓走了瞌睡虫，不敢犯困了。我就知道辣椒有用，小姨都不打犯困了。杨洋出去玩一会，看看你姨丈来了没有。好，陆叔叔。洋洋，你怎么下楼来了？妈妈不是让你在楼上陪着你小姨吗？小姨叫我出来玩，再看看我姨丈来了没有。你姨丈应该快到了，刚才就说在路上的了。我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说着他一溜烟就跑开了。这孩子跑得越来越快了，看到你姨丈来接新的车队了吗？陆叔叔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我进去找叔叔推你。不用了，陆叔叔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那我照顾陆叔叔，我妈妈让我看着小姨，别让小姨又睡着了。刚才我看到小姨在打瞌睡，掏出一把辣椒，小姨就不敢睡了。洋洋真棒，你去哪里弄来的辣椒？怎么知道辣椒提神？我在厨房里看到有，拿来吃，好辣，辣过后就不想睡了，所以我也拿给小姨吃。小姨老是想睡觉，早上我妈妈叫小姨起来，小姨就像我平时上幼儿园那样不想起来。你也知道你平时上幼儿园赖床呀，等你小姨的婚礼过后，你又要上幼儿园了哦。洋洋可不能老是赖床呀，你妈妈很辛苦的，天天早起给你准备早餐，让你吃一点早餐再上幼儿园，免得你饿着。送你回幼儿园后，还要去任你是早餐店看着，然后又回任你是餐厅上班，你要体谅一下妈妈，知道吗？陆叔叔，我知道的，我会慢慢改正过来。就是早上太想睡，真的很难起来嘛。不用上幼儿园的时候，你咋能那么早起来呢？杨洋顿时不说话了。你呀，就是想赖床。你是没有看到你小伙伴龙婷学习的辛苦，他不仅要上幼儿园学习知识，还要跟他师公学医学武，比你辛苦多了。你现在只有周末才去武馆。陆叔叔，为什么龙婷要学那么多？他也不喊苦。他呀，以后你们长大了就知道。现在陆叔叔不能告诉你。不过洋洋，你在某些方面是比龙婷更优秀的，你好好的学习，以后也不会比龙婷差的。我要好好的学习，要变得很优秀，像我姨丈那么厉害，这样就能保护我妈妈和小姨了。洋洋真是个好孩子，真棒。陆叔叔，你什么时候会成为我的爸爸？别人告诉我，你会是我的新爸爸。你想陆叔叔当你的爸爸吗？我有爸爸，不过有2个爸爸也挺好的。陆叔叔对我也很好，比我爸爸还好。我现在也想陆叔叔当我的爸爸了。那陆叔叔再努力努力，争取早点给你当爸爸哈。陆叔叔你努力。洋洋，不管陆叔叔能不能成为你的爸爸，陆叔叔对你的疼爱都会一如以往的，也会一辈子疼爱你。此时战印的婚车队浩浩荡荡的行驶过来。啊，你进去跟你妈妈说，你姨丈的婚车队来了。陆叔叔，那真是我姨丈的婚车队吗？来接我小姨的。就是你姨丈的接亲车队，错不了的，你姨丈的车子多。我现在就去告诉妈妈。妈妈，我姨丈来了，我姨丈开着好多的车来接我小姨了。妈妈，你快看看我现在好看吗？你又不是当新娘子的，你姨丈来接亲，你着急你好不好看做什么？不是说我当花童吗？我今天穿的这么帅，就是要送我小姨出嫁的，当然要好看呀。杨洋好看，杨洋最好看了，会成为宛城最好看的花童。你上楼去告诉你小姨，说你姨丈来了，问他准备好了没有。好。彤彤，战印来了，他是该到的了。彤彤，战印是真的大手笔，接亲的车队摆辆呢。你转发给我，我保存下来，以后有空了就翻出来看看。摄影师全程跟着拍摄呢，你以后可以慢慢看，我闲时就看。彤彤，你会很幸福的，也一定要幸福。我相信你和战印能够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子的哦，早生贵女。小飞，我会幸福的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呀？又不是我给你和战印牵的红线，这是你们俩的缘分。谢谢你的祝福呀，咱们是姐妹又是朋友，不用跟我那样客气，咱们得做好堵门的准备，不把他带来的红包掏光，都不让他进门。古时候的新郎去接亲还得作诗呢，要不让战少爷做首诗给我们看看？你们自己决定，我等会儿都听你们的。众人便看向了商小飞。你们提议的，
你们出头呀，干嘛都看着我？想刁难一下战印，又不敢，让我去打头阵了。商小姐，你是海童的表姐，又是好友，战少都要给你面子。你提出让战少作诗，他保证会乖乖作诗的。我觉得做事难不倒战印，还不如问问战印什么时候爱上彤彤的，我对这个更感兴趣，哈哈。主要是我现在刁难了战印，等到我和我家君然结婚的时候，战印会不会反过来刁难我家君然？再说了，今天是战印和我们彤彤的大好日子，他今天绝对是最好脾气的人，包容心十足的，不管你们如何刁难他，他都不会生气，不会和你们计较的。以战印的智商，我想他也能轻松闯关。此时敲门声响起，不会这么快就到了吧？小姨，小姨，我姨丈来了，我姨丈开了很多的车来接你回家。小姨知道了。小姨，你快看，我现在好看吗？杨洋最好看了，杨洋会成为咱们满城最帅的花童。等到表姨结婚的时候，杨洋也要给小姨当花童哦。好，漂亮的姐姐们结婚时，我也给你们当花童。行，等我们以后嫁人，一定请洋洋当花童。洋洋，你姨丈很快就会上楼来，你去门口坐着，不要让你姨丈太快进来把你小姨接走，行吗？我姨丈就是来接我小姨的，为什么不能让我姨丈接走小姨？我还要跟着过去喝喜酒的呢。不是不让你姨丈接走小姨，是让你姨丈不能轻易接走你小姨。咱们要为难一下他，让他知道娶你小姨是很不容易的，以后就会特别的珍惜你小姨，对你小姨好。可是我姨丈对我小姨很好呀，为什么还要为难我姨丈？彤彤，你来，咱们不用洋洋做什么，就是让他坐在门口拦着收红包就行。收红包呀，那我可以干。小财迷，为了多收红包，你快去外面等着你姨丈。还有，你要让你姨丈高声做3首情诗，我们在房里听见了，觉得你姨丈的情诗写得合格，再开门让他进来。表姨，我现在可以出去收红包了吗？可以了，快去吧。看来是咱们战少的威名太大，没人敢给战少布置机关。是我家彤彤和我大姐好。等到一行人来到房门口，看到杨洋坐在门前，众人立即刹住脚步。杨洋，来，姨丈抱抱。我不要抱抱，我要收红包。表姨让我坐在这里收红包的。战印当即就掏出一叠红包。你不要一下子全给了洋洋，屋里面的那些伴娘没拿到红包，也不会开门让你进去的。战印便只给了杨洋一个红包。表姨，我姨丈给我一个红包了，能让我姨丈进去了吗？还不够呢。要收多少个的？收到你手软了就可以了。我收红包不会手软的。洋洋，那就靠你了，你继续挡着哈，有事就叫表姨。姨丈，我要收红包收到手软了才能让你进去接我小姨。杨洋，姨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接走你小姨，你是我们的花童，也要跟着一起过去的哦。你可得帮着姨丈，不能让你表姨过分的为难姨丈，知道吗？可是我喜欢做表姨交给我的事情，我要收红包，表姨说收到我手软才行，可我现在手一点都不软，还能继续收红包。来，洋洋，苏叔叔也给你几个红包。苏腾也塞给了杨洋几个红包，其他伴郎也每人掏出了几个红包塞到杨洋手里，小家伙顿时心花怒放。姨丈，你可以进去接我小姨了。至于表姨交代他的事，要求姨丈做情诗3首，小家伙早就忘记了。这个小财迷这么快就被红包干倒了，战少你是做了吧？战少，我们童姐说了想听你作诗3首，你高声念给我们听就行。在伴郎团开始绞尽脑汁想帮战印想情诗的时候，人家已经高声念完了3首情诗。还得是战少呀，文武双全。菲姐要开门了吗？洋洋在干嘛？那小财迷呀，在外面美滋滋的数着红包呢，哪里还记得挡门的事？那就开门吧，还指望他能挡一阵子呢，结果这么快就被红包干倒了。进门看到海童坐在床上，笑意盈盈地看着他，战印惊艳不已。新郎都看呆了，战印，你还需要找到彤彤的婚鞋，才能把她接走。彤彤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去找你的婚鞋，找到了我就接你回家。他们还有其他大招等着我的吗？海童笑而不答。大家帮忙找找。这个时候，数清楚了红包个数的杨洋捏紧他的红包走了进来。姨丈，你们在找啥？找你小姨的鞋子。小姨的鞋子，我看到漂亮的姐姐藏到窗台上了。洋洋，杨洋真是个好孩子。我一直都是好孩子，
姨丈，你会一直都对我小姨好吗？姨丈一辈子都会对你小姨好的。我相信姨丈，那我小姨就交给姨丈了。姨丈接我小姨回家，我要跟着去喝喜酒。众人哄笑，战印接上他的爱妻，拜别长姐海玲，在众人的祝福下上了婚车。爸妈，我把彤彤养大了，他也找到了好归宿，往后余生有妹夫照顾着他，他会很幸福的，你们放心吧。